某些公司我们必须说它的确有一些估值泡沫化的一个问题，那所以说在接下来投资人在投资 AI 概念股的时候必须要非常审慎小心，而不是一个虚幻的一个 AI 概念股而已。是。今天我们下班经济学邀请到的是富邦投顾的陈一光董事长，董事长你好，还有我们那个富邦金控的首席经济学家罗伟博士，博士你好。博士好。对，今天呢，我们要请两位来帮我们来做团体治疗。是。对，7月17日变成了新的国定杀戮日，对不对？台股连涨了4年之后，没有想到，我们竟然迎来了一个黑色星期五，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在我们录影的今天是7月17号哦，可以看到呢，台股哇，今天是受到这个国际多方利空消息的影响，真的是被血洗了。今天收盘的时候呢，是42671点，在单日创下了史上最大的跌幅。跌了2953点，是哇！现在大家就很担心这样的一个急杀，会不会真的是熊市要来了？下半年有哪些的警讯，我们可能是要特别注意。OK， 今天创了几个记录了。第一个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跌点，好，2900多点跌点。第二个就是跌停的家数134家，好，第三个就是以腾落指标来看，跌的家数将近1800家。第四个就是外资史上卖超第一名，1890亿。然后自营商也是卖超第一名，890几亿。所以今天是7月17号，刚好是韩国制宪日。那因为他今天休市，所有的卖压都集中在韩国跟台湾，所以就创造出了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情绪上面的一个低点。然后外资的空单今天也创下历史新高，86000多口，他又加空了1000多口下去。所以今天算是史上比较算是恐惧的总和。第一个就是程式交易，因为它跌破了一个关键点叫季线，它季线一旦跌破的时候，程式交易启动所谓的卖压，那卖压一启动之后，融资就会自断，比较 small margin 就是我们比较聪明的融资，它会在这个地方自断，这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到 ETF 在这一波水能载舟也能够覆舟，它能够助涨也能够助跌。那 ETF 它有净值的关系，它要做一些调整，它也做一些踩踏事件。然后第四个就是情绪性的恐慌式的卖压。第五个我们就是比较偏向是这种无差别式的攻击，因为它这次无差别式攻击就是好的股票、坏的股票全部都杀。那这种一般来讲，国家队不会在这个时间内出手。下礼拜一应该会比较精彩。下礼拜一我觉得9点半之前，可能在沙尔让他把战场整理一下，应该下礼拜会反弹。那反弹有2种，一种叫报复性的反弹，直接 V 型反转上去；一种是比较弱势反弹。那我觉得不管 anyway 怎么样，它下礼拜应该会进行一个反弹，因为这个跟基本面比较没有太大的关系，主要在杀所谓的2个，一叫做估值。因为本益比其实在这一波的上涨里面有一些这个 AI 的供应链，它的本益比来到50到100倍，它在杀所谓的估值泡沫。好，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杀杠杆，因为韩国这一波是最大的元凶啦。好，我们在9000多点跌到它现在6000多点，我想它礼拜一应该会补跌。好，那补跌的话，我想这个地方亚洲股市是一块的，所以它基本上它卖不掉这个地方，或是说它卖韩国的这个部分，它会启动一样来卖这个台股，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是第二个是去杠杆，第三个就是外资它这一波有一点点是在做套利交易，因为它这一波卖超台股到今天为止，我们7月17号，它应该卖超台股有将近1.4兆，但是你知道吗？它卖台积电卖了多少？它卖了74万张，从年初到现在。你去算一下，它从成本2000块开始卖到2500块的话，平均用2000块来抓，其实它卖超的这个单台积电就应该卖了将近1.45兆，所以基本上外资它卖了这么多，你去把它扣掉，它整个卖超台股，它基本上只卖台积电，它其他股票其实是看多的。你去看 OTC， 它今天 OTC 是买超的，OTC 年初到现在买了2000多亿，所以我觉得这个跟基本面，台湾的基本面，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关系，非常的健康。我应该这样讲，所以我觉得主要是因为筹码的部分来做一些清洗。所以大家在想说下礼拜会不会开人道走廊，给他一个逃跑的机会。不过呢，我要提到博士就是说从之前年初的涨到这个7月10号的急跌，大家想说牛市结束了，熊市要来了。博士你怎么看呢？团队最近给哲金看了一个数字，我觉得相当的惊人超过70%的你其实还没有按订阅。如果你一直有在收看，也喜欢我们节目的话，现在我们来按下订阅吧。
按下订阅对你来说是免费的，但对整个下班经济学团队来说，有你的支持跟订阅是这个节目能不能继续做下去、做得更好的重要关键。其实在这一波的话，5、6、7月市场上都还是会出现比较剧烈的震荡，然后刚好在这个时间点，科技巨头那大举的发债，然后那加上先前6月12号 SpaceX IPO， 所以说就使得市场的资金那急速的集中在少数地方去，所以说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全世界，同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资金短缺的情形，加上中东情势，那川普又在跟伊朗又开始就是说紧张情势再度升高，所以说在双重压力的夹击之下，就导致了这一波的修正。那目前来的情况来讲的话，后续的关键点就在于说，第一个，那美伊的战事什么时候能够再缓和下来？那其次的话，就是说我们也必须要密切注意，那因为那就是说两伊战火再起，荷姆斯海峡的通航又再次受阻，油价可能又再次慢慢上升，那会不会加重各国央行抑制通膨预期的压力？那导致了它货币政策进一步的紧缩。那当然，那在随着各种利空的消息出现之后，那 AI 资本支出是不是有可能会因此而放慢？一旦 AI 资本支出放慢的话，这时候立刻连带的就会造成相当严重的一个连锁效应，台湾资通讯产业的一个亮丽的业绩就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当然，我们也必须要特别留意的就是说，因为市场上它整个动能目前来讲的话，内部结构已经受到这个影响。那如果说后续我们继续看到的是整个股市的还是靠少数大型股来支撑，那财报利多，但是股市没有上涨，那这些都是我们谨慎的一些讯号。对，可是其实我觉得刚刚还蛮有意思的是，陈总有提到嘛，这个外资在今年大举卖超，然后呢，特别是台积电卖的很多，可是台积电6月的合并营收财报超级的漂亮。那我们台湾其他的这个柴火能不能够继续添加，让还是有机会能够继续撑住这个台股大盘？其实外资从200块开始一直卖台积电，那卖到了2500块还在卖，可是你要越卖它市值越高。对，好，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外资它基本上是在做所谓的套利，它在期货这个地方它做了8万多口的空单，然后这一手它有期货的空单，然后再做所谓的现货这部分的一个卖超来做所谓的价差。那因为他手上的这个台积电应该是法人里面最多的部位，所以基本上当它的市值来到一个相对高点之后，他做一些 profit taking 其实应该算是合理的。真正卖超看坏的应该是韩国，韩国它今年到现在卖了3兆，台湾卖了1兆4。可它卖了3兆的韩国，所以基本上在整体来看，台湾这个 AI 算是一整条供应链哦。那主持人的问题就是说，资金到底会不会有匮乏？其实我们从几个面向来看，第一个，台湾的 ETF 现在已经来到8兆，8.5兆。那8.5兆里面是股票型的 ETF 哦，那其中有差不多是被动式的 ETF 将近4.5兆，然后主动式的 ETF 有1兆多，然后共同基金差不多有1.2兆，加起来8点多兆。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在散户变成法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会持续的进行。虽然年底可预期应该到10兆，这是股票型基金，债券型基金差不多是4兆。它已经跟债券型基金呈现所谓的黄金交叉，这第一个 ETF 我觉得会是滚动式的，像雪球一样增加。第一个，第二个，它资金来自于超额储蓄率。超额储蓄率今年我们预计，因为外销我们今年应该有9000亿，那有9000亿的话，这个地方的超额储蓄率有机会挑战9兆，所以这个地方的资金会进来。第三个是货币型基金，货币型基金在近2年它大幅的减少，很明显它这个货币型基金这个比较保守的部分的资金跑到股市这个地方来，所以货币型基金的地方这个地方有转到股市。第四个就是房市，房市去年的整个移转栋数是26万栋，是比过去2年减少差不多超过2位数。没错。那今年前4月份应该减少了62个百分点，所以在整体的这个房市的资金有转到股市来。那第5个应该是比较偏向是退休的这部分的提列的比重，从6% 到现在18.9%，资金已来到5.5兆。所以这块的这个资金会不断的累积进来，所以在整个促使股市上涨3大要素：景气、资金、筹码。那资金的部分，主持人所提到的部分，我们认为说
台湾这个地方相对来讲应该是比较 healthy， 而且比较属于 liquidity， 在我们讲的流通性上来看，应该是比较健康的，所以这部分我们觉得应该没有太大的悬念。是，大概从2026年的年初，大家一直讲说2026年应该我们会看到 AI 泡沫，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很紧张，就没有想到，这个7月17号的国定杀戮日来的时候，大家觉得就是今天，就今天就是熊市的开始 ，AI 泡沫已经来了。那博士你怎么看？目前来讲的话，我们仍然不认为是说 AI 出现是一个泡沫，因为我们要界定那泡沫与否的话，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技术泡沫，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所谓的估值泡沫。技术泡沫的话，就是说这个技术并不是非常的成熟，或者是说那这些相关的业者过度高估那商业化的一个困难度。是，那所以说像过去我们可以看得到，像不管是区块链或者元宇宙，甚至清洁能源，这些都是那所谓的那技术泡沫的好例子。那但估值泡沫的话，就是说它的一个估值远远超过它应有的一个基本面的价值，但在一个非常漂亮的故事包装之下进而形成的。那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过去的，例如说工业 4.0， 甚至是说那 AR、VR， 然后那再来就是区块链，对，那这些通通基本上来讲的话，都是一个充满想象空间这样一种情况。那目前来讲的话 AI 已经进入到实际应用，那很多的企业已经开始直接采用。我们看到美国科技业和零售业大量裁撤，那就是说低阶的工程师 AI 已经完全能够胜任代码编写的工作，那所以说他们就不需要这么多的过剩的人力。但是当然就是说 AI 来讲的话，它在未来它还有可能在应用到更多的一些层面，那包括了那就是说法律文书，然后包括了翻译等等，那甚至连金融业也可能会受到它的影响。那所以说它未来的一个成长的空间具有非常巨大的一个想象力。那现在的话就是说只是某些公司我们必须说它的确有一些估值泡沫化的一个问题，而且在科技产业里面有一个先行者的诅咒，就是说最先推出那这些先行者往往到最后可能就是说后进者直接追上，进而出现超越的状况。那所以说在接下来投资人在投资 AI 概念股的时候，必须要非常审慎小心，看看这些公司是不是真正具备技术能力，而且有办法把巨额的资本支出化为实际的营收，因此而获利，而不是一个虚幻的一个 AI 概念股而已。当然我们还是不希望 AI 泡沫化啦。可是呢，其实今年投入股市的散户真的好多，大家都很害怕，就是很常会追高杀低。所以陈董，你对于接下来这些散户的朋友们会有什么样的比较好的建议？我们在这个下半年可以怎么继续操作 ？OK， 我想在整个股市的操作上来看，我们不认为说基本面摆中间了，因为我们刚刚提到景气、资金、筹码这3大要素促使股市上涨。那刚刚提到资金的部分应该没有太大的悬念，应该还是蛮充裕的。那景气的部分来看，台湾的 GDP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今年的 GDP 应该是挑战 10% 以上，没有太大问题。那获利部分就是产业的获利数字，因为你 top down 的部分就是 GDP， 然后还有整体的获利数字。我们对今年的整体的获利数字的看法是这样哈，其实从2016年到2020年，台湾的整个获利数字差不多平均差不多2兆，1500多家的上市柜公司，后来慢慢到现在1900多家，从2020年到2025年，我们变成是4兆。我们去年的获利数字4.5兆，可是你看到今年我们上半年就有可能挑战3.5兆。那如果3.5兆的话，我们自己团队预测超过6.8兆 ，YY 成长51%。其实你在景气面的部分，就是我们讲的 GDP 的计算公式 C 加 I 加 G 加 S 减 M。那这一块四只脚部分，目前看起来台湾是非常健康。然后再加上说我们的产业的获利数字，今年6.8兆，明年我们是估8.5兆，再成长25%。那若是以去年的这个指数的这个起涨点是28963。今年最高是48281，其实涨了60几个%啊。你如果是这样子涨的话，那当然涨时重视，跌时重视。我们只能说2026年的上半场它是有本梦比在里面，2026年的下半场就诚如我们刚刚博士所提到的，就是我们要进入检视它的获利数字，它的获利数字
到底会不会去跟它的股价能够有所搭配，这叫德不配位。你只要德不配位，你的这个股价就要做修正。那目前看起来8月中旬要公布第二季的获利数字，我们自己所预测的，刚刚主持人有问到台积电的获利数字这么好，那大家鸡蛋里面去挑钢筋，觉得说哇，你这个毛利率应该要70%，那我觉得你6-7%我并不满意，就是变成说你会有比较高的预期，那市场上就用这样的 excuse 去杀这个股票，其实我是觉得是有点不理性的。那如果是回到这样来看的话，其实整体第二季的获利数字，因为营收已经公布了。我们的第二季营收跟第一季比较 ，QQ 成长12%，那第一季的 bottom line 的 earning 的 ratio 是11.2%，你把11.2% 乘以第二季的营收数字，其实你得出来的数字会高达1.88兆，1.88兆再加上原来1.61兆已知的第一季的获利数字，第一季获利数字就3.5兆。那一般来讲，下半年会比上半年好，我们把它用保守估计1:1好了。那你说7兆有没有可能挑战得到？有机会。那既然这样的话，你看，假设我们今年乐观一点估到7兆的数字，一般来讲，它 payout ratio 是65% 到70%。什么叫 payout ratio？ 就是我会配股配息嘛。那配股配息，若是以70%来算的话，我用7兆7749，我明年至少配今年的获利数字配到4兆以上，是历史新高这个地方再投资，那其实这个地方的这个基本面再搭配它的资金面，我是觉得是比较是 match 的。那现在比较大的问题应该是筹码，就是人踩人啊、拥挤交易啦所产生的筹码是扣分，但是3个里面2个是我们是 A++，但是1个筹码部分，所以现在在当下的反映的就是筹码。那投资人我觉得应该就是筹码的部分所产生出来的。不过其实也因为在今天的行情会让大家比较恐慌一点嘛，所以也想请教陈董那如果呢在之前的确已经投入很多的部位在股市的这些朋友，接下来这段时间到底该怎么操作，或者是真的一些新手小白能不能够趁现在的行情再跟着进场呢？其实我们刚刚提了这么多景气资金筹码，其实台股这个地方它任何的急跌其实应该都是一个创造出一个分批买进的一个讯号了假设你是因为系统性风险，或是说你是因为情绪交易所产生出来的，那基本上应该是逢低来买。假设你是因为基本面的关系，那我倒觉得说这就是一个转空头。那目前很明显，这是因为筹码因素，那当然它需要一点时间去消化。那我觉得这一波的起跌的源头应该是来自于韩国。韩国在去年2025年5月份的时候，香港那边就发了它个股的 ETF， 也是2倍杠杆。这个就变成说，你把杠杆放这么大，然后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它发了15档个股 ETF， 包括 Samsung 跟 Hynix， 它把它这个部分的这个杠杆开这么大，那就导致说他们这个保证金啦，或者是他们这部分的这个借贷部分所产生出来的。那台湾这个地方又刚好产生了所谓的6代同堂，好，人家4代同堂或6代同堂，就是说你有信贷啦、车贷啦、房贷啦，然后你又是个不限用途的借贷，这部分所产生出来的这种所谓的去杠杆的效应，我想这2个国家若是以操作的这样的一个股龄来看，其实台湾的这部分的股龄的操作是比较有成熟。那韩国这个地方，过去他们做房地产，那现在回过头来做股市，然后又只做2档，那当然就被外资给盯上了，因为外资他叫你发 ETF， 然后再来把你拉高之后，从9000点把你灌下来到6000多点，其实他这个地方赚得钵满盆满，又逼着你去汉历史去美国发 ADR， 对，那这是不是完美的一个剧本？那就是要养套杀你这个市场，那赚得钵满盆满走了。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基本面，我们刚刚讲的纯利其实没有变，到2028年，其实就整个 memory 的这部分的一个市场上来看，它的这个供给还是 shortage， 因为股票市场跟产业一样，就是 supply 跟 demand 的关系。当你 supply 大于 demand， 那基本上就会跌，供给过剩；当你 demand 大于 supply， 就会涨。那现在目前看起来 AI 通膨这个部分还是存在的。我去算了一下，1到6月份整个 AI 的 component 的 YOY 是 26.8%。美国的 CPI 只有 3.6 左右，可是它的这个 AI component 是高达 26.8%。那就代表就是说，它这个地方的这个产业其实还是非常的 tight， 非常的紧。所以我觉得我这边可以建议投资人，就是第一个，你若是现股买卖，然后你的股票是成长性的股票，我觉得你就不用担心，你就 buy and hold。第二个，假设你是空手，你想要进场，那我觉得你可以先学习从 ETF 开始，先从被动式的这种指数型的 ETF 先进去，因为每次的急跌，它的反弹其实 ETF 它弹的是最高的。第二个，主动式 ETF， 你要去找什么？6月份发行的主动式 ETF， 它都破发，有些跌到7块多。其实它刚好发行的时间不是太对，
因为择时跟择股嘛，你择时没办法，因为发行的时间有时候会因为金管会对主管机关的关系，所以它会有一些递延，那也刚好在高点的时候发，那高点的时候发，刚好那时候你没有认的话，这时候跌破发，捡便宜了，捡便宜，我觉得可以。第二个就是主动式 ETF，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护国神山，它整个供应链，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些布局，这个就是在整个危机入场，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建议。是，那博士你呢？最后简单的建议，从总经的观点来看的话，其实从新冠疫情之后的话，全世界已经出现一个重大的投资的观念的改变，所有人都在弃债买股。因为就是说在新冠疫情期间，各国央行无限量购债，把债券殖利率压到前所未有的一个新低水准。那之后在2021年、2022年又急速的升息，导致了债券市场的波动幅度甚至比股票市场来得更大。然后接下来那就是说各国政府为了那补贴疫情期间，然后就有大量支出，然后所以说政府债务也出现一个膨胀的状况。然后之后的话，那现在又遇到地缘政治问题、供应链供给的断裂的一些危机，所以说通膨的压力也是在上升，整个债券市场的投资人纷纷那弃债买股。那而且在股票市场投资行为上也出现非常重大的转变。第一个是电子交易平台的一个普及，市场资讯的迅速的流通，许多的那新型的投资商品的出现，让许多的投资人可以用各种不同的工具来进行他的投资。而且在新冠疫情之后，我们也注意到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就一开始就所谓的迷因股，那一群的那就是说散户透过的那网络平台交换资讯，然后直接跟机构法人然后来对做，然后之后的话就是所谓的优肉族，那就说你只能活一次，所以说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即使有高风险，你应该就是说毫不犹豫的直接进场。那现在的话又有最新的一个新的概念，其实我会非常认同这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 Payroll 清还概念，就重资产低淘汰这种投资方式。因为相关的这些公司就像台积电，它的进入门槛非常的高，我们不必担心它会被面临到竞争对手还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就直接超越它。因此所以说这一类型的股票的话，它具备有一个未来成长的一个可能性，同时它也具备一个防御性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对一般的投资小白的，或者说比较没有那么多时间深入分析各种股票的话， Hero 的这一类的股票反而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只要全球 AI 资本支出没有明显的一个那就是说降温的情况，台湾经济跟股市就有相当程度的韧性。是，所以今天听了我们一集这个非常有含金量的一集哦，谢谢董事长，谢谢博士，谢谢。